大家好，欢迎来到会员专享的老吴教你炒美股周末漫谈。很高兴又到周末了，很高兴能够跟会员朋友们一起做我们的周末复盘。像以往一样，我会选取一些禅师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文章，或者说是他一个原文的一个回复，对我们都很有帮助。那么我之所以找出这些例子的其中很大的一个目的呢，是为了加强朋友们学习禅论的一个信心，对吧？你如果对这个理论一旦有信心了，那么你肯定就愿意花功夫、花时间去研究这个东西，去学习这个东西。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是禅师的第15课，没有趋势、没有背驰中的回复，讲的是禅师关于禅论这套理论的一个适用性，方法的适用范围。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因为在我做这个视频解盘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会分析到一些衍生品，比如说一些 ETF 啦，或者说一些三倍的一些衍生品，那么或者说期权 option 那些东西都是衍生品，对吧？那么在分析那些的时候，有的朋友会在频道里面留言也好，或者说我在一些论坛里面，或者说微信群里面都能够看到一些有的朋友说，技术分析是没有办法分析衍生品的，技术分析是没有办法分析期权的，没有办法分析这些三倍的 ETF 的。好多人都有这种认知也好，或者说这种他们自己的理解的那个技术分析，对吧？但是在第15课的盘后那个课文的回复中，禅师给了我们他的理解或者他认为的他的理论的适用范围。我们看一下，这是禅师在2006年他的一个回复。马上有事儿了，先下。上面给的作业，请好好思考，为什么要用权证的例子？首先，这都是实战的例子；其次，权证而且还是认沽的。所谓的认沽，那么如果说英语的话，认沽就叫put warrant，put warrant 它也是一种那个衍生品，其实就是一种衍生品。但是呢，其实它不是权证，因为权证的话如果翻译成英语的话，应该是 option。所以说，他说的这个认沽权证其实是 put warrant，就是一种衍生品，我们把它理解成衍生品就可以，都能符合要求，就更证明了本 ID 这套方法的适用范围。一般的股票走势更规范，就更不用说了，权证走势都能搞明白，其他的就更好办了。再见。这是禅师给到的这个回复，我们看一下当时他的这个分析的是以哪个为例子？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这个图形呢是我借用的这个是朋友这个微宝缠论细读里面在雪球发在雪球的这个截图，因为这个五粮液，你看在这个那个代码啊是五粮液的一个认购权证，那么这个认沽权证啊，因为这个我到网上去找这个图形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因为它这个很早的一个图形，但是这位朋友这位禅友吧，他有这个，所以我们就借用一下。如果你想看一下原版的话，可以到雪球上看一下我们这个微宝缠论细读的那个他的一个分析也好，或者他的一个总结。那么这个版权的话是在这个是他的，在他身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禅师做的这个认沽的这个五粮液的这个，那么他其实啊，那么这位朋友其实也标注出来了，他在禅师在哪些买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一类一买建仓，然后这是补仓。禅师的原话是顺着60均线一路补仓。然后其实，在我们现在看这个图形啊，它应该是5分钟的一个走势图形。那么因为这里写的是5分钟顶背减半，那么这应该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图形，就是一个很小周期的一个图形。那么它在这里其实当时啊，在第15课的时候还没有引入中枢的一个概念呢，它这里还是用的一个均线的一个方法。你看它写的是顺着60均线一路补仓，然后在这些位置它都有补仓，你看到没有？其实啊，这里是有一个5分钟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我们以我们中枢的这种认知的话，这里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中枢的。然后呢，这又有点是一个三角形整理的一个状态。那么它这里又说的是三角形调整第5段，所谓的第5段其实就是中枢的一个第5笔而已。所以说，那么他又在这里加了半仓。那么这其实就是禅师他利用这个
这个认沽权证啊，其实就用他自己的理论，对吧？虽然说他这里只是标注的是一个均线，但是它这种标注方法全都是它的这套按照中枢这套理论来的。所以说呀，你缠论，你不论你是认沽的权证啊，什么 put warrant， 你还是 option 啊，你还是什么 ETF 了，都可以分析。我们用缠论，它可以只要你是有图形的，只要你是有 K 线图形的话，我们都可以用缠论来分析。其实你用那些股票的话，它更好分析，因为股票它的走势更规范，对吧？股票相比较于这些衍生品，它的走势更规范，没有那么多的跳空缺口。它这个还好了，它这个认沽权证的话，看上去跳空缺口并不多。你如果去什么 option 上，或者说你去用那个put warrant 上面的话，很多跳空缺口的。其实很多有跳空缺口的时候，你分析起来其实并不容易的。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到我的这个PPT 上。好的，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禅师的这个回复。那么知道了这个之后，你就不要觉得你这套禅论、这套理论是没有办法分析这个分析那个。禅师在这里都已经给你证明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在学习禅论、用禅论的时候，分析不同的标的的时候，我们就更有信心了。好的，那么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周啊，因为这个周一的话是这个华盛顿生日的这个假期，所以说它是没有办法交易的。那么开始交易的时候呢，是周二开始，但是周三有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FOMC 的这个会议纪要，这个是相对来说对市场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再就是周四盘前美东时间8点半，还有这个跟就业相关的一个数据，然后还有这个原油相关的数据。如果说你炒油的话，也要关注一下。那么这就是跟那个基本面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下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财报，那么就是英伟达了。全球市场都在关注这个下周三盘后英伟达这个财报了，因为这波这个上涨啊，美股这个上涨全部都是因为这个 AI 整体这个 AI 板块推动的。你不论你现在说它是有泡沫也好，还是怎样也好，那么我们都要通过财报来那个体现出来，对吧？你有没有泡沫或者有没有需求，都需要从财报中体现出来。所以说下周三这个它的影响的话应该是会非常广泛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这个下周三这个英伟达这个财报。我们会在财报之前，或者说如果说平时时间多的话，也会更多的分析跟 AI 相关的一些那个股票。那我们今天在周末的话，我们就首先看这个标普指数，还有就是朋友们关心的一些或者会员关系，主要是因为在周日做漫谈的话，都是给会员专享的，所以说希望会员朋友们多问一些你们关心的标的。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我们看，我把这个画图软件弄出来。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的这个大周期，我们每次都是从大周期开始看，先看一下这个月线这个大周期哈。那么月线这个大周期呢，那么本月最高点5048.39，然后呢月线你如果想转折的话，需要有月线的这个顶分型出现，也就是说你这里需要有一个顶分型给到我们。那么没有顶分型出现的话，那么就是没有顶，任何的转折都需要有顶或者说是底，对吧？你在底部转折的话就要有底，在顶部转折的话就要顶。所以说没有转折之前的话，那么就是可以耐心持有，对吧？你想转折必须要有顶分型，所以说如果你的交易周期是月线的话，那么没有顶分型之前你就耐心持有就好了。所以说在月线这个周期的话是那个等待什么时候出现顶分型。那么再继续往下看，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3491到5048这段的内部结构，因为在月线这个周期的话，没有太多的信号给到我们需要降低周期，利用缠论的这个区间套的这个方法，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显微镜，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一个显微镜的话，就是一个显微镜的度数要加大它，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得更精细一点。在这个月线上呢，我们现在这个分析的重点就是这个起涨点是在这个3491这个位置。那么3491它有一个进入段，
对吧？我把这个稍微用的粗一点，有一个进入段，有一个离开段，然后呢，我们又比较过这个进入段和离开段的这个力度，这是进入段、离开段，然后我们用的是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个扩展器，这个工具我给大家演示过很多次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平时你在做分析的时候，也要把这些工具用得很熟练。那么等比例的位置在哪儿呢？等比例的位置，不，等比例位置是在4807啊。4807是等比例的位置，现在已经快要到1.618的位置了，也就是5242。所以说下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位置就是在5242。那么的话，虽然说已经突破了这个4807，但是呢，这个一直没有回踩啊，一直针对下面这个周线这个中枢没有回踩确认。就是如果出现回踩确认的话，那么意味着这里就可能有一个回踩的一个区间。我们用这个黄金分割也可以测一下，比如说最高点放在了这个5048的话，如果说5048就是一个中短期的一个最高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测它的回撤位置了，对吧？那么回撤位置又给到了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对吧？你是到4687呢？你还是到4576，还是到4464？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测量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评估这个多空力量的。你到了某一个位置，它的多空力量是不一样的。到0.382、0.5都是一个回踩相对中性的一个回踩，对吧？那么你针对我们做多的话，我们就更有信心买它一个反弹，或者说买它一个反转。那么如果到了0.618的话，那么相对来说这个回踩就比较深了，意味着那么如果出现一个这种深的回踩，踩到0.618，那么它一个弱反弹就可以结束。如果说连这个反弹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它反弹的哪个位置。如果说只到这个0.382，连0.5都到不了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弱反，那么这就是一个周线的一个大二脉了，那么就可以转头了，可以掉头了。那么这样的话，从5048的话就作为一个分割点，那么从这里的话就可以转向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一般是不会跌破。或者说一般是不会有效跌破0.5这个位置的。0.5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防守位置。如果说有效跌破0.5的话，那么意味着你这里做它的反弹的时候，相对的就比较谨慎一点，对吧？你只要有盈利可以做，这个做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个位置如果出现底分型了，那么你又去用我们的双触发。所谓我们的双触发，就是它的那个内部结构啊。这个内部要给到你饱满的一个信号，起码要有3笔的一个状态，起码要有一个3笔回踩，然后这个3笔回踩呢又出现一个盘整背驰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再结合这个底分型，这叫双触发。不是说只有底分型你就能往里进了，你还要看这段的内部结构才可以，是两个那个都要去比较。所以说这为什么叫双触发？那么出现这种情形的话，你可以尝试做这一笔反弹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你做这个反弹没有问题。那么，然后你可以去再测这个反弹的位置，对吧？到了0.382，如果说力度很弱的话，然后内部也是走的非常纠结，那么如果说它这个上涨的非常纠结的这种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一下反弹就结束了呀，对吧？出现了二脉的话，你就再减一减，然后再等待它再次下杀就可以了。所以说呀，任何的那个位置都能尝试进，前提是你要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就是我们这样分析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其实作用就是我们用的其实就是完全分类的方法，把它之后的一种演变形式，我们都，因为我多次提到这个完全分类跟这个军事上的这种兵棋推演的区别，因为呀，在股票里面，它这个变化就3种，上涨、下跌、盘整，就这3种，它不像那个军事里面推演，它的那个条件因素太多了，你很多东西其实就是靠猜。或者说靠估算，那么缠论里面那个股票就不一样，它的各种变化都有边界条件的。我提过很多次这种边界条件，其实像这种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的话，也相当于一个边界条件，对吧？那么到了这个0.5和到0.382，它就是不一样的，给到你的力度表达就是不一样。所以说在周线这个周期的话，我们就要关注它。如果说要回来的话，但是前提要出现底分型，对吧？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图形上。这个图形上，还没有出现顶分型呢，因为啊，上周的这根 K 线的最低点，我们看4920.31，然后呢，前面一根 K 线的低点
4918.09。所以说我们之前是说过的，这个顶底分型都有3元素。那么因为是给那个会员朋友们讲的，所以说我讲的更再重复一些我们经常讲过的一些这些缠论的这些理论。那么顶分型有3元素，第一根 K 线就是第一元素，第二根 K 线就是第二元素，第三根 K 线就是第三元素。那么想出现这个顶分型的话，那么这个第三元素啊需要跌破第二元素的低点，对吧？所以说现在针对这个顶分型的话，没有出现这个元素，没有出现跌破这个低点这个 K 线，所以说你想出现的话，下周就要跌破4920.31。下周这根 K 线如果能够跌破4920.31的话，意味着这个顶分型就出现了。所以说4920.31就是在我们下周需要严重关注的一个点位了，对吧？就是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如果说跌破了4920.31的话，就会出现顶分型。那么4920.31就是一个边界条件，这就是很清晰的告诉我们需要关注什么位置了，对吧？这不像你在那个传统理论里面好像很含糊的感觉告诉你，这个位置有点高了。高和低它是那个通过这个跟你前面就是它有一个高点给到你去比较，对吧？但是高和低，那么怎么高和低比较说出来之后，哎，我这个那什么软件，比如说我走到这里是高了，那么我走到这个位置呢也是高了，但是这两个高，那么你怎么能说怎么能够指导你的交易呢？我这个高了是应该卖呢还是应该加呢？对吧？所以说它是没有办法指导你的。那么用缠论的话，就是出现顶分型以后，我们就要关注了，因为没有任何的转折都需要有顶分型出现，出现顶分型以后，那么就有可能转折。所以说，那么就是在周线上我们要关注4920的原因。我们再降低周期看一下，因为这段它是跟这个进入段比较是没有背驰的，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内部结构是否能够有饱满的迹象，还是说有没有出现，就是说我们要在尽可能早的发现这个转折的迹象，对吧？如果它的内部走的还是非常的动能很强，还没有任何的中枢，那么周线上想转折，即使出现顶分型的话，也只可能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对吧？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分析小周期的原因。好的，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周线上的一笔，在日线上它是一个3笔的一个状态，然后第3笔我们现在用目测的话是比第一笔空间小的，所以说有背驰的那个倾向了。但是呢，这里是出现过，在上周是出现过顶分型，但是又出现过2次反弹，把这个缺口给补上了。现在呀，就是下周要关注的还是一样，能不能够出现回踩一笔，从这个5048这个点位能不能够给到我们回踩一笔？那么回踩一笔的话，也要跌破什么位置？跌破这个低点，跌破4920以后才会出现回踩一笔。那么回踩一笔的话，我们就要关注能不能够碰到4793，碰不到4793的话，那么就是一个1、2、3、4第4浪或者第4笔回踩，还可以有一个5。所以说，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点位，就是边界条件，就是4793了。那么你还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回踩的位置，对吧？那么黄金分割这个位置就是也是一样的嘛。那么有这3个位置，但是呢，其中这个位置是0.618是4822，即使到4822的话，也是没有碰到这个4793的。最好的位置就是能够首先跌破这个点位，就是4920。那么离这个4908，如果又取整的话，就是4900啊。下周如果能回踩一次到4900附近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进场做多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下周可以关注一下4900这个位置，因为下周也就是这个会议纪要的话，可能会对市场的波动影响比较大。比如我们看一下，在会议纪要那个出来之后，那当天那个交易能不能够到4900附近，然后呢？再看一下当天那个最好的是给到一个 K 线，是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很长的下影线，就是我大概画一下，就出现这种 K 线，这个 K 线的实体首先很小，然后呢，它这个下影线呢非常长。如果出现这种 K 线的话，然后上影线也可以很小，出现这种 K 线的话，
那么它的意义就比较那个大了。就在这个位置，如果出现这种 K 线的话，那么意味着这个稍微有点长了，我这个重新画一下，就是意味着那个 K 线实体在这里，然后上影线很低，比如说它这个下影线可以甚至踩到0.5这个位置，那么意味着这个回踩就很大概率要结束了，也就是一个四浪回踩。就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去做它的这个四浪回踩，然后再做一个五浪上升。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可以在日线这个周期计划，因为日线上已经可以作为因为你基本上一周的话，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或者你的仓位底仓是在日线的话，你基本上一周就能交易一两次，或者说2周就能交易一两次，因为我们这个回踩，这个底分型那个回踩一笔的话是最少需要5根 K 线的，对吧？那么如果说你在上升过程中，可以这样画一下，比如说上升用了6根，你在这个位置买了，那么如果说都是标准的话，那么5天以后或者6天以后，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到你周一买了，基本上周五的话就能卖。周五卖了之后呢，它还需要5根，我现在都用的标准模式，那么还需要5根才能够回踩成笔。也就是说，你周五卖的话，下周五你就可以再买回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周起码能交易一次，或者说1周半的话就能交易一次。以这种方式的话，你不需要太多的交易，对吧？你不需要太多的交易。如果你的交易周期是日线的话，基本上1周半、2周就能交易一次。这样的话，仓位也好控制，然后呢，你不用太过多的频繁进场。那么，因为仓位一旦大了之后，你如果说频繁进的话，就很容易出错。所以说，在这种的话，我们利用为什么那个交易周期，如果仓位比较大的时候，不能用太小周期的原因，就是因为更小周期的话，你需要的精准度就越高，需要你的操作的熟练度、精准度、精确度就非常高。一旦出现错误的话，你仓位又大，你就很难控制，对吧？所以说，相对来说，在周线、在日线以及日线以上的级别的话，这个周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你可以放更多的仓位进到这些周期里面。好的，那么这就是日线上我们需要关注什么？那么就是回踩会走到哪里，可以再去。如果说深的话，就碰到4793。如果碰到4793的话，我们也看一下，哎，它下跌的比较深了，碰到了这个4793了，意味着这里就有一个中枢了，对吧？那么就意味着这就是进入段，然后这是中枢的构件，那么还可以打一个离开段，这里就是一个它的这个结构买点。当然了，它也可以是在这个位置继续震嘛，对吧？它也可以在这里形成中枢之后，它可以继续震，甚至震出9段来之后再打离开段，因为这个中枢的级别就变大了。所以说，它也可以各种方式来演变。那么具体怎么样的话，我们都有临界点给到我们去观察。好了，这就是那个日线上。我们现在还要看什么呢？就是再看一下更小的周期，这个最后这一笔啊，4682到5048它的内部结构，看一下。那么虽然说这里已经出现了已经出现了顶分型，但是呢，你在没有出现这个成笔之前的话，你不能够说100%的这个顶分型就一定是固定的一个顶分型。那么它也可以说从4920这个位置，在周一或者周一是因为是不能交易的，那么从周二开始的某一天再次打破这个5048之后再回踩也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更小周期里面它的从4682到5048这段的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就是往哪个方向走的那个可能性更大一点，我们需要看一下更小周期的。那么这就是这个1小时上的这段，我们把这个 K 线稍微清一下，我们看一下，在1小时上的话，哎，它这个周五的话是出现了一些变化的，在这个位置啊给到了一个很强烈的，其实是出现过2次的。如果说你当时在盯盘的话，首先出现了一次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呢，它又很快的拉升了。那么这是在收盘之前又出现了第2次猛烈的一个下跌，出现顶分型以后出现了一个猛烈的下跌。那么如果说你当时是卖在了前面这个顶分型这个位置，有没有问题？其实没有问题的，只是那个可能是比卖在这个收盘之前这个顶分型可能是差了一点点，但是前提是你是盈利的呀，对吧？你如果进的话，你是在4920这个位置出现底分型进的，在这个位置进的。至于你是卖在了
我当时说的是这个收盘，就是在周四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收盘的位置，卖在周四这个位置，还是卖在周五更好的位置，其实差别并不大，只不过就是你赚多赚少了而已。我一直说那个观点就是，你只要是赚的，你就早卖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禅师也多次提及这个宁可卖早而不要那个叫什么？宁可卖错也不要买错，就是说你卖错的话，你是有钱的，那么拿到钱之后可以再进其他的票。但是如果说你一旦买错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被套在里面，你想出来的话就需要割肉，就需要亏损出来。所以说这是有区别的，就是说尤其是在你能够盈利卖出的情况下，宁可比市场快一点。这也是我经常重复的说的，出场的时候比市场快一步，进场的时候比市场慢一步，对吧？那么进场的时候，你需要有明确的信号，我们尽量再进场；出现明确的底分型，然后内部结构也比较饱满了，我们再往里进。我们是需要双出发，但是出现这个卖出的时候，出现出场的时候，它即使没有出现顶分型，但是呢已经有迹象了，比如给了一个十字星，在这个上涨过程中给了你一个十字星，然后你又是盈利的，完全可以就出场，不需要等待一个顶分型的确认你再出场。所以说这是有区别的。好的，那么在这个1小时上的话，在周五已经出现了很强烈的一个顶分型，现在这个顶分型下杀还没有结束，它这个顶分型啊，这个回踩还不够比，就这段回踩还不够比。那么等待它回踩够比之后，我们要关注就是它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的，回不到中枢的话，它还是一个300；回不到中枢的话，还是300，它还可以往上走。所以说，你可以这个利用这个黄金分割。去先测一下位置，从这个4920到这个高点，对吧？你看一下，即使到0.5的话，也就是4965，到了这个位置，或者说这里还有一根120小时均线，那么看一下下周这个129小时均线能不能够爬上去？因为这种均线的话，它是慢慢的也是在生长的，它也是会被拉高的。那么如果说120小时均线也能拉到这个4965附近的话，如果回踩到这个位置还能成比的话，它还是一个300呢。针对最后这个中枢，那么意味着4682这个上涨还没有结束呢。我们现在判断的其实就是4682这个上涨这一笔上涨到底有没有结束。如果说真出现了这个回踩一笔到了这个4965，然后呢又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这1小时上是有这个中枢的，不能回到中枢还是300，我还可以再做一笔300，然后它还可以再打一个离开，打掉这个5048。好的，那么的话，针对1小时的话，我们刚才解释也比较清楚，现在复述一遍或者总结一下这个指数，因为吧，它这个结构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指数为什么很多时候我要分析指数？原因是因为指数就是这个标普指数啊，它这里面参与的人数特别多，各种机构、各种小散户、各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参与它，然后它的参与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它的复杂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说你能够把标普指数分析清楚的话，那么你分析其他股票的话就是一眼的事儿，你知道吗？复杂程度都没有标普指数大，所以说你一旦把它分析好了，你其他分析股票是很容易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再次总结一下。首先，月线上没有顶分型，对吧？想转折必须要有顶分型。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现在是有顶分型的这个雏形了，或者说有顶分型的迹象了。因为本周这个 K 线的话，这个所谓收的这个下影线还是有点长的，那么意味着下一周如果要跌破4920的话，意味着这个周线顶分型就出现了。那么周线出现顶分型了，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顶分型是不是中继的，还是说是个固定的。然后我们再利用区间套关注的就是4103到5048的内部结构，也就是日线上。日线上现在只有3笔，但是第3笔呢，跟用目测的话，比第一笔的空间就小。但是呢，前提是第3笔要结束，所以说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又变到第3笔的内部了。所以说我们利用区间套这个方法啊，就能够慢慢的把你这个专注的这个小范围越来越缩短、缩小。那么只有缩小到更小的一定程度的话，那么你的精确度就能提高上来。所以说我们利用这个区间套的办法，其实就是为了提高我们进出场的这个精确度的。你精确度越高的话，意味着你的可以需要止损的位置，或者说需要回撤的就越小嘛，对吧？那个空间就越小。你比如说你买在5048，就是卖在5048，然后在这个位置做空的话，你在5048附近做空，然后在4920
cover 的话，你如果卖空卖在了5048和卖在5000附近是有区别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想利用区间套，唯一的就是它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精确性。你的精确度越高，意味着你所要承受的回撤就越小，这就是在你的心理上就占了。比如说你一卖空，它就开始做空，它就开始下跌，那你心理上是压力是非常小的，甚至是没有压力的。那么这种状态是非常一个喜悦的一个状态。好的，那么在日线上我们就关注4682到5048。那么在1小时上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4682的原因，因为在4682它内部是有一个5浪上涨的一个状态。画一下在1、2、3、4、5，对吧？然后它那个若用波浪的话，现在还是一个 A、B 的一个回调了，已经是 B 浪反弹反抽的一个。那么现在下面就出现 C 了，就用波浪分析。那么如果用我们缠论分析呢，就是一个1、2、3、4、5笔，然后第6笔回踩之后碰到了前面那个低点，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了。那么形成中枢之后，这一笔又尝试脱离中枢，但是呢，脱离的那个力度不够强，又被吸回来了，这里形成了顶分型，就有大概率要被吸回来。吸回来的话，它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不进入到这个中枢里面，那么不进入的话，那么意味着就是一个300。那如果说抽回到之后这个中枢的话，其实就是再继续这个中枢震荡，对吧？所以说我们下周关注的是要那个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呢，那么就我们有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给到我们去关注。那么这个1小时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打短差的一个交易周期了，对吧？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针对指数我们分析的挺多了，我觉得已经挺细了。那么希望能够给到大家帮助。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时间还有一点，我们在周末漫谈的话，希望能够花更多的时间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指引。我们看一下，首先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在周末是能够交易的，它现在还在交易。我们看一下比特币这个大周期，首先，比特币我之前是说过的，那么因为比特币啊最近是比较活跃的，它现在是从这个6万9跌到了1万5之后呢，一个反弹，一个反抽，已经突破了0.618了。那么现在就看它，就是说我之前是说过，它再次突破6万9，其实就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至于它是一个微转的突破，还是说在这里要给到一个中枢，就是这里再形成一个第2个月线中枢，下面有一个月线中枢，那么形成第2个中枢之后再离开，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说，那么具体怎么样走的话，我们在后期再跟踪。但是在月线上呢，这个周期的话，它就是一个现在力度是非常强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1万5这段的内部结构，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那么在周线上的话，我们看它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中枢，然后这是中枢的进入段，中枢的离开段，然后我们也是比较过这个离开段和进入段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力度。哎，我们看等比例的位置在哪呢？等比例的位置是在4040490这里。那么现在已经突破了1.618了，所以说这段是没有背驰的，意味着离开段跟进入段没有背驰。但是呢，离开段虽然说没有背驰，如果说它的内部已经饱满的话，它也可以出现回踩，出现回调，对吧？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2个周期都要看。首先要看周线上有没有背驰，如果周线上没有背驰的话，我们现在就关注最后这段，也就是24000到52000这段的内部结构。我们这样看一下它的日线，日线上我们看它的结构其实比较饱满了。在日线上，从这个起涨点24000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这里又出现了第2个中枢。那么针对这个第2个中枢的话，它是打了一个离开段，这个离开段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针对这个第2个离开段，也是没有出现这个300的一个回撤。所以说，在下周我们就要关注的这个300什么时候给到一个300回撤？那么不进入到这个中枢还是300？那么如果拉回到这个中枢的话，就是一个中枢震荡。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现在日线上已经有顶分型了，你看到没有？日线上已经有顶分型了。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回踩的位置。我们用这个黄金分割这个软件，这个工具。然后呢，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0.382在哪儿呢？47000，0.5的话在45000。所以说，如果能够再次回踩到45000附近的话，还可以再做一个这个第2个中枢的一个300，就看一下这笔反弹了。
这笔反弹如果说比较弱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要出现一个3买转2卖的一个模型。我们这个模型之前是提过很多次的，因为如果它杀的比较深的话，如果说杀的比较深的话，就会出现一个3买转2卖。这个反弹你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说它反弹比较弱的话，你要减，因为它是一个日线上的一个2卖，所以说任何周期的2卖和2买的话，我们都需要应对，因为你后面你不知道它这个空间呢，它是一个快速下杀，还是一个很弱的一个盘整背驰的一个情形，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就是说，如果也能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说出现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这种五浪下跌的方式，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所以说任何的二卖二买，我们都要多应对。好的，那么这是针对比特币，你需要关注下周要关注哪些位置，或者说在周末，如果说你是玩这个比特币就是这个叫什么 underline 也可以，因为可能现在大部分人是比较爱做这个 ETF 的 ，ETF 周末是不能交易的。那我们再看那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也是我之前每天都在跟踪的一个票，但是因为为什么最近不做跟踪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马斯克呀，他在争夺控制权这个事儿。因为他如果说他现在的控制权还没有到30%，他说他如果控制权不够大的话，他就是有点对继续推进特斯拉加大更多的 AI 方面的投入啊，还有什么自动驾驶这方面信心不足。就是他有在那个 Twitter 上有这么一段话，就是也不是他主动说的，是他回复某一个网友的时候说的，所以说把这个事儿牵扯出来。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大家很多人为什么要投特斯拉的原因，其实整个的信心都在马斯克一个人身上，对吧？如果说你这个如果出现变化的话，那么针对这个公司的前景其实是有很大的变数的，这是为什么我最近不去跟踪它的原因。但是呢，手里的底仓还是可以拿的，对吧？手里可以留一点底仓，那么等它这个控制权这个事儿尘埃落定以后，可以再进场做短差呀、加仓也好，那就是另说了。但是目前的话，就是我是不做那个差价操作的，只是持有底仓。在周线上的话，我们是上周我做一次直播的时候说过，它这个已经出现底分型了，周线上这里已经给到一个底分型了。那么这个底分型我们也是测过这个位置，我们是测到过的，用的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对吧？这个178这个位置，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178这个位置，很早就知道这个位置，因为当时你这段还没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测它的位置了呀，对吧？所以说再次证明了，或者再次给到大家一个信心，就是说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这个非常好用，对吧？你如果知道了这个位置的话，你完全可以挂单挂在178这个附近。那么它最低杀到了175，出现了转折。那么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底分型了，周线一个底分型，非常好的一个迹象。那么我们现在关注就是周线上能不能够拉回去，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的话，其实就是继续做这个中枢震荡，对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它也可以出现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反弹，就是这个反弹呢，在这个位置不回到这个212.36。那么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的话，还只是一个3卖了，所以说这是我们下周要关注的。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下265到这个175这段的这个日线这个日线图形上是个什么结构？日线的话，它是一笔下跌，到了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个等比例的位置出现了变化，然后呢，我们是做过这个黄金分割的测试的。这个图形把这个稍微清一下，好的，清掉了一个。那么我们看黄金分割，这个是起跌点是265，然后到了175这个位置是一段嘛，对吧？就是这段下跌，然后出现了一笔反弹。这笔反弹的那个目前啊还是比较弱的，它连这个最浅的0.382还没有到，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关注。但是好在这个MACD 的快面线张口张的还不错的，看什么时候张口张的越来越大，然后能不能顶到这个零轴这儿，顶到 MACD 的这个零轴这个位置。顶到零轴这个位置的话，基本上它也能冲到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个0.382了，也就是210附近吧。如果说你取整的话，就是210附近，看看能不能够到这个位置，然后又到了 MACD 这个零轴这里。那么你如果在下面有进这个仓位的话，可以到这个位置减一减，到了这个位置减一减，期待它再次能够出现一次回踩。如果说能够出现一次盘整会背驰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是可以加更多的一个仓位的一个位置。所以说
如果说出现反弹的话，那么如果只能到0.382的话，是一个弱反。那么到209的话，我们看还是回不到这个中枢的。这个中枢周线这个中枢是在212呢，所以说，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力度是弱的。好了，那么的话，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下周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再看一个最近大家聊的比较多的，或者很多人问的一个票，就是这个超微电脑吧，他们叫中文 SMCI Super Micro Computer。这个 SMCI 最近聊的特别多，好多散户都在问。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其实分析过这个图形的之前，我们来到那个先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它下面是之前有很大的一个走势，我们现在主要分析的就是从这个起涨点。周线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那么起涨点就是69.02。那么从这个起涨点呢，它是有一个它是一个是什么状态呢？现在我们看，它是一个画一下，它是一个3笔的一个状态。然后第3笔呢，我们也用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测过，它已经突破了1.18了，意味着这个第3笔跟第1笔比较的话是没有背驰的。所以说，你看它这个 MACD 张口张的是非常大。那么我们现在关注就是这段第3段内部，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一下这个起涨点226，我们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的话，就是226这个位置，这是我刚才在周线上那个画的那个起涨点226。那么周线上的话这个高量的这段是周线上，我们现在看的是日线。那么在日线上的话，它有一个中枢了，这里是有一个日线中枢的。那这波起涨点其实是在这个305这个位置，305这里是一个起涨点，305.73。那么这个305啊，还不是3卖，不是3买，305这个位置回踩是回到这个中枢里面了，它是这样一个构成，看到没有？所以说305是起涨点，从305到这里，它是强势的离开了这个中枢。那么这个是中枢的进入段，这是中枢的离开段。那么你现在肉眼比较，你也知道这个离开段是没有这个是比进入段大很多的。那么它想回抽的话，那么就还是两种形式，还是两种情况，回抽进中枢和回抽不进中枢。你现在呢要做的就是从305先看一下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好的，那么你看它现在离这个0.382已经非常近了。下周你就要关注，因为周五的话出现了一个将近20%的一个回差呀。之所以有朋友之前问我不愿意分析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底仓的话，是很难把握得住的这个票。所以说，尤其是它的每天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一旦仓位又进的比较大，又像追涨那种，你是很难把控制住，很容易套在这个1000以上或者很高的位置。那么一天给你杀掉20%，这是很恐怖的呀。如果说你仓位再大一点的话，所以我当时有朋友问的时候，我就说你可以用小仓位。如果说非常想玩这种的话，因为关注度比较高嘛，觉得好像是有点踏空的感觉，觉得好像是到了1000以后还能到2000，对吧？所以说有那种踏空的感觉。那我建议就是你可以用小仓位，用更小的周期，你可以去5分钟上或者1分钟上去看一看，能不能又有一些小波动，去玩一玩那种小波动。因为你小波动的话，用小仓位的话，那你就可以用严格止损了，对吧？那严格止损的话，亏一点的话，就买点教训嘛。你必须要用这个真刀真枪的这种真金白银的这种操练。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如果说你要是用5分钟的话，打个比方，如果说有5分钟这种操作的话，对吧？你即使在这个位置，比如你害怕了，出现下跌了，你什么时候能进呢？那么这种反弹，你看它是一个123这种反弹是5分钟上是有中枢的，对吧？那么这种位置，这个反弹你是可以做它这个反弹的。那么你可以用我们的底分型，对吧？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它这个反弹的位置，它连这个反弹0.5都没有到，所以说反弹成1笔之后，看哪个低点更低一点。就是说这有2个低点，我看一下哪个更低。同样的位置，那么同样的位置的话，你就可以把第2个作为一个低点。这样的话，这一笔反弹你是可以做的，对不对？这个位置更清晰一点。所以说它连那个0.382就没有，然后又反弹成笔了，那么你就吃一小笔嘛。865到这个价格是多少？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919，对吧？你如果说胆大的话，或者说用很小的仓位的话，你就玩一点嘛。这个位置出现底分型了，买一点，大概位置你可能能买在870附近，870，然后你可能不能卖在919，你卖在900，870到900也是30刀的
一个差价呢，对吧？所以说不是不能做，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你能不能够控制得住那个，比如说你进到870的话，止损就放在865或者865下面一点，你就严格止损，然后又有止盈的位置，心里那个预期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进，就只有这种的话，你才能够去做这种波动非常大的。一旦这个位置865你没有办法止损出来的话，你看看从919一直杀到哪里了？从919一直杀到了，这是杀到了803了，这都100多刀的那个杀下来，就是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说，针对这个片的话，我们再回到日线上，这个周期啊不能够看得太小，看得太小的话，你那个操控能力不强的话，就很容易套在里面。所以说，你如果想进的话，就看一下能不能够首先要能杀到0.5这个位置，也就是670。如果说能够杀到670的话，然后因为它下面其实还有好多缺口的，这里有一个缺口，这里还有2个缺口。它如果杀得深的话，可以直接一个微转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它来补缺口的话，也是很大一个空间的。所以说想尝试的话，那么就是0.5这个位置691啊，就700附近吧。700附近可以尝试有没有反弹，但是前提是这里要给到我们底分型，对吧？你不是说任意的那个，就是说它如果说它这种回踩。比如说现在是因为有包含关系了嘛，只有1根 K 线，那么它这样这种回踩，这是4根，然后再来1根，到了这是5了。那么你要去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它的1小时上如果有3笔回踩的话，有背驰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进一下，又到700附近做一个反弹，对吧？如果这个反弹，你再用那个黄金分割测一下这个反弹位，就是说这是一笔下跌，然后一笔反弹。这个反弹只能到0.382的位置，连0.5都到不了的话，那么你就再卖掉，也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日线一个二卖的一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3买转二卖的一个模型。所以说你把这些模型搞清楚了之后，都很好操作的。所以说到700附近，甚至如果杀的深点的话，可能要到600附近才能够出现一个反弹，它可以杀得更深一点，杀到0.382的位置再给到你一次反弹，然后再下来，那么意味着从这里就转向了。那么你再回到，那么这里就不能看日线了，你需要看周线了。那么周线上的话，意味着现在是，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那种分析，周线上是什么情形呢？就是这样，1、2、3，然后它周线上出现第4浪回踩，也或者说第4笔回踩，然后它可能就更深了。那么你也可以把这个从反向测一下它这个那个回踩位置，从这个起涨点226了。那就是到550了，到550甚至到650才是一个周线上比较可能的这个支撑的位置。那么深的话，可能就直接要看能不能碰到这个前面这个低点350了，对吧？那么意味着是这样，回踩一次，比如说杀到550，那么意味着是一个1、2、3、4浪回踩，还可以有一个5，对吧？那至于5之后的这个空间的话，那是后话了。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只能分析这么多了。那么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